1951年6月23日，试飞员乔治·邓肯呢正试图将一架最新版本的 F-9F 黑豹战斗机降落在中途岛号航母的甲板上，但突然吹过的妖风把他的飞机直接甩到了甲板的边缘，战斗机被切成了2截，陷入到一片火海当中。这样的架势，你认为飞行员还有活下来的机会吗？但幸运的是由于处置及时呢，乔治·邓肯活了下来，而且仅仅只是耳朵被烧伤了而已。不到半年，他又开上飞机了。这段珍贵的影像不仅告诉我们，把飞机降到航母上是个多么危险的活，也让好莱坞捡到了便宜，把它作为素材直接搬运到了好几部电影当中，比如1976年的《中途岛》和1990年的《寻找红色十月》。当然，在后者当中呢，他临时客串了一下更为现代的 F-14熊猫。如今舰载机在着舰时呢会推力全开，所以不太可能再发生掉到甲板边缘的情况，顶多是没有挂上拦阻索后再次从斜角甲板上复飞了而已，造成损失的概率呢大降。不过在早期航母是没有斜角甲板的，舰载机就是直冲着舰首这么笔直的降下去的，没有复飞的机会嘛。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给拦下来，还真是不惜一切代价首先，相对于现代航母上只有4条甚至是3条拦阻索而言，直线甲板的航母上有12条拦阻索。但这就够了吗？显然不够万一要是尾钩脱了呢？你再多的拦阻索又有何用呢？那我只能把目标定在起落架上了。于是，在12条拦阻索后面呢，还绷了5条拦阻网，它长成这个样子。由上下2根钢缆组成，架设高度大约1米，通过拦住飞机的主起落架来制动。你最好不要尝试真的用到它，因为我感觉它就是个半马神嘛。飞机撞上去呢，非死即伤是一种牺牲小我保全大我的做法，而且对那种采用前3点式起落架的飞机牺牲作用还特别的大。好，万一就算这样还是没把飞机给拦下来呢？当然还有最后一道防线高约6米的主伞网了。它由上下2条水平的横索与数条垂直的条带组成，目标直指整架飞机的机身。不过相比起将全部制动应力都施加在飞机起落架上的拦阻网而言，它通过更大的接触面积呢，反而分散了应力，使飞机受到的伤害减小了。尤其是它在材质方面并无钢缆，只有又宽又软的尼龙，也使得飞行员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不会像前面的钢缆那样可能划过机头切进座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哪怕是到了现在，航母已经有了斜角甲板和更加可靠的着舰系统，主伞网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平时收起来，紧急情况下只用3分钟就能够架设好，还的确是救下了很多突发状况的飞机呢。这张照片有点意思，其中有2个细节我们可以来说一下。一个是布满了飞行甲板的很多像这样的小孔，它们是干什么的？另一个呢是这个身在飞行甲板前端的有点向下倾斜的斜坡。如果这张照片看的还不是太明显的话，那么这张够明显了吧？但是你又会发现在现在很多的新航母上呢又找不到他们的身影了。所以他们究竟曾经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现在又消失了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先来说这些小孔其实它们并不是小孔了近看的话是这个样子的，顶多算是一个小坑，并且在小坑顶上还焊上了一个新型的钢筋。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会联想到什么呢？总之我联想到的是一个我在成都的宽窄巷子里面看到过的这个拴马石，有没有异曲同工之妙呢？既然这个是拴马的，那么那个就是拴飞机的了，就像这样一样。尽管航母上的飞机是可以被存放在飞行甲板下方的机库里面的，但海军有的时候呢却并不喜欢这么做，估计是嫌太倒腾了吧。所以总有一些遗漏的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呢被留在了甲板上，跟着航母一起随波逐流。为了避免它们滑动呢，就需要用专门的链条来固定它们。通常情况下，至少每架飞机上呢得要绑上6到12条才行。要是遇到恶劣天气的话，就得绑上更多了。实际上，不光飞机，任何一个在飞行甲板上可以移动的设备，比如救护车和其他一些工作车辆等等呢，在停稳以后都是要绑起来的。所以呢，这个叫做 pad eye 的东西呢，就几乎布满整个飞行甲板了。由于它们是凹在下方的，并且上面的新型钢条呢够密够平，就完全不会影响到甲板的平整度了。好了，我们再说第2个，身在航母前方的小斜坡，它们叫做缰绳捕捉器。
为什么现在又不见了呢？因为采用缰绳的弹射方式基本上都被淘汰了嘛。跟现在航母上普遍采用的简单又方便的弹射杆不同啊，以前使用的是缰绳弹射，是又复杂又费料的。具体区别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啊。先看现在的弹射杆式啊，基本上2步就可以了。先是把飞机前起落架上面的牵引杆挂在弹射器的滑块上，然后在后面接上一根阻碍杆。它的作用是用恰到好处的力量抓住推力全开的飞机，直到弹射器开始工作才放开，以保证飞机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能够停在原地。就这么简单。好，再来看看缰绳式又是怎么做的。它呢就很像是在飞机的脖子上挂了一条项链啊。它的2端分别挂在飞机2翼下方的钩子上，然后从弹射器滑块的凹槽中穿过，接着滑块稍稍前移，把缰绳给拉直了。当然后面呢也会挂上一条专门的阻碍绳索的，起到的作用呢跟现代的阻碍杆一样，在弹射器没有往前冲之前，把飞机拉在原地。由于整个过程步骤繁多，又是挂又是检查又是指挥的，所以需要的人就会很多了。通常至少是5个人，3个人负责前面的缰绳，2个人负责后面的缰绳。即便是这样，每一次的弹射呢都犹如拆盲盒，生怕就拆出了一个不靠谱的出来。当弹射器拉着挂在飞机上的缰绳越来越快地冲向甲板前方时，飞机升空了，而缰绳就只剩下了2种命运。一种呢是直接被甩到海里面，变成一次性的喂鱼去了。在没有退役之前呢，法国戴高乐航母上的超级军旗舰载机就一直是这么做的。显然，这甩出去的都是钱呐。法国人的航母不多，甩的也不多，咬咬牙咽肚子里面也就罢了。但美国人受不了啊，所以这就带来了缆绳的第2种命运：回收再利用。当然代价是操作起来又复杂一些。在缆绳的挂钩下呢，再挂上2条捕获绳。当飞机被弹射到甲板边缘，与缰绳脱离升空后呢，原本也应该要飞出去的缰绳会被捕获绳猛地拽住，巨大的惯性呢，把它拍在甲板上，很有可能就会反弹起来，打在正在离开的飞机上了，很危险啊！怎么办呢？把下面的甲板往下翻呀，但整个往下翻又不划算啊。那就专门给它整出一块来，单独往下翻呗，这就有了这块斜着向下延伸出去的小平台了。它给拍打下来的缆绳呢预留了更多的空间，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其弹起来后撞到飞机上了。不瞒你讲啊，我上初中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还以为是怕飞机弹射距离不够给额外加出来的小甲板呢。但就是很纳闷啊，它不该往上翘，怎么还往下倾斜呢？所以啊，你以前有没有也这样想过呢？有的话就在弹幕里面扣个1啊，表示咱就是战友了。当然，随着时间推移，现在这个东西只能在巴西从法国那儿买回来的圣保罗号克莱蒙梭级航母上面看到了。美国自己的已经随着最后一艘装着它的企业号在2012年退役，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了。好了，于是今天的内容也就到此为止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弄成一艘航母啊，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拿沉睡在墨西哥湾海下64米处的美国海军奥里斯卡尼号航母来说，它先是在1953年刚刚服役不满3年的时候，就被从一架迫降中的 FCU 海盗船上掉落的通用炸弹给炸开了甲板。虽然3人不幸遇难，不过他连皮都没怎么伤到。接着只过了短短12年，一名海员一不小心点燃了一枚存放在1号机库附近的美制降落伞信号弹，慌乱之中他居然没有把它扔到海里面，而是扔进了存满照明弹的武器库当中。结果嘛，所有的照明弹都被点燃了，造成了自2战之后最为严重的航母火灾。虽然44人不幸遇难，但航母本身嘛，也就是伤筋动骨了一下。100来天以后呢，修复完成，它又满血复活，继续服役了10年。直到2004年啊，海军决定把它变成美国的第一个人工军舰礁石。于是在专业的爆破小组将230公斤的 C4 炸药仔细的安装到22处关键位置并引爆后呢，它终于沉了下去。整个过程用时37分钟，成为独一无二的大木礁。舰载机会降落航母吗？会的啊，如果你拥有太多航母的话。美国海军的传统规定，当飞行员错误地将自己降落在了一艘错误的航母上时，该舰的机组成员呢，应该尽最大努力保持低调，以免让这位粗心的飞行员感到尴尬。然而规定算什么啊？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都上了我的船，那还不得一切由我说了算？所以通常航母上的水手们呢，是不会让这架跑错的飞机空着手回去的是空着身子。他们会在他的机身上涂满各种恶搞的话，比如这架原本属于珊瑚海号航母却误降在了胡风号航母甲板上的 F2H 女妖战斗机，就被划去了 Navy 的字样涂上了，你怕不是属于空军吧？既把飞行员羞辱了，还顺便黑了一下空军。这架误降在约克镇号航母上的黑豹战斗机呢，也很惨，被涂满了战斗女士着陆、笨蛋、路障等字眼。这位倒霉的飞行员的表情里面呢，真是万马奔腾啊！甚至他们就连盟友的飞机也不放过，把人家的皇家海军涂成了殖民地海军，一不小心把老底给人家揭了。SpaceX 在放了很多次烟花后，终于成功的掌握了精确回收火箭的技能。每次在看到那根有15层楼高的细管子垂直降落在圆形的靶心时，都有一种十分魔幻的感觉。这也让我非常好奇，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这个问题。先说结论总结起来无外乎就是2个原因，一个是要有丰富的驾驶经验，另一个就是要开上设计精良的火箭。下面我们就来展开。从菜鸟熬成老司机，你需要多久呢？Elon Musk 交出来的答卷是4年半，这一切都源自于一枚叫做蚱蜢的火箭试验器。从2012年下半年起到2013年的秋天，这款大致模拟猎鹰9号第一机尺寸装着梅林 EC 发动机和固定支撑脚的火箭，一共发射了8次，从滞空3秒增加到滞空79秒，从指人勉强上升到特朗普头顶，一路延伸到744米的高度，这就算是取得了第一阶段的成功。到了第2阶段 ，SpaceX 就开始把蚱蜢改的几乎跟真正的猎鹰9号差不多了，用新一代的发动机装上可收放的支撑脚，顶部也加上了控制姿态的格栅。从2014年4月到8月，这个被称之为 F9R DEV1 的火箭一共飞了5次，最高飞到过1000米，并且几乎都成功了。只是美中不足的是，在第5次试验的时候呢，意外放了1次烟花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炸出来的也是经验嘛。试验火箭正好没了，那咱就拿真火箭来飞呗。于是 SpaceX 的可回收火箭试验就进入了第3个阶段，用真正的火箭利用每次实际的发射任务来进行测试。这个阶段就有点像是你学车之后终于要上路了，之前在机器上模拟驾驶的再好，在驾校厂子里圈圈绕的再顺，一上大路都不一定灵啊。SpaceX 也是这样，从2015年年初一路炸到了2016年的春天，才最终让自己的猎鹰9号稳稳地立在了海面回收平台上，终于算是把经验值都攒够了。于是接下来的路就顺利多了。2017年火箭回收成为常态，2018年除了回收成功率保持在100%外，着陆精度更是提高到了10米以内。要知道这项指标在5年前可是10公里啊！所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SpaceX 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会回收火箭的，这就是第一个原因，经验。第2个原因呢，让我们看看猎鹰9号身上到底装备了哪些黑科技，才能让它从大气层边缘精确地返回到着陆点呢？这里主要有6个。第一个就是采用了推力矢量技术的发动机。所谓推力矢量，就是指发动机所产生的推力的方向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你是个军迷的话，应该已经很熟悉这个东西了，在如今的战斗机上它都快成标配了。推力矢量能够极大的提高战斗机的机动性能，对于像猎鹰9号这样需要华丽转身、有着高机动性要求的火箭来说，这个技术是必不可少的。第2个就是位于火箭第一机顶部的8台冷气推进器了，它们靠喷出氮气产生的反作用力来调整火箭的姿态，尤其是在第1机和第2机刚刚分离时，转身掉头就靠它了。至于谁还能把它玩出新高度，那就得要数瓦力了。第3个很重要，就是可以重新点燃的主引擎了。当猎鹰9号到达分离高度后，第2机火箭点火，继续把载荷送上轨道，而第1机火箭的发动机呢，则熄火，接着通过冷气推进器将姿态调整为底部朝下，开始不再爬升，而是落向地面，重新进入大气层。此时为了减速进入大气层，以减少摩擦对火箭表面的2次损伤，9台梅林发动机中的其中3台又会重新点燃，推着火箭好让它慢一点下落，之后会暂时关闭，接着又在接近地面时再次开启，进一步的减速，直到最后把火箭温柔地放到回收平台上。第4个就是装备在猎鹰9号上的惯性导航和全球定位系统了。
惯性导航系统会使用多种传感器来测量火箭的位置、飞行方向和速度等信息，而全球导航系统则会不断的收集火箭的地理定位信息，这些信息都会实时传到火箭的电脑里面，并跟预设的飞行路径进行比对。如果有任何的偏差，电脑就会及时的对火箭的方向和速度做出调整。用什么来调整呢？刚才说到的可以随意开关的引擎是一方面，推力矢量是另一方面，还有被瓦力玩得很溜的氮气推进器也是。还有吗？有的，正好是我们要说的第5个，就是同样位于顶部的格栅旗了。还记得吗？这在 SpaceX 的第2阶段可回收火箭实验中就已经用上了，事实证明非常的有效。4个活动灵活的态质格栅旗可以在火箭重回大气层之后呢，有效的利用空气动力学来精确的控制这根管子的降落姿态，为10米精度提供了最佳的保障。那么第6个就是可以展开的支撑脚了，不要小看它，因为临门一脚决定了胜负的关键嘛。它们是由碳纤维和铝制成的，展开之后跨度达到了18米，并配有特别的缓震器来减少硬着陆时的冲击力。整个系统加起来才不到2100公斤，真的是又轻又结实，还又好看呐！不得不说，埃隆·马斯克有的时候确实是扮演了一个造梦者的角色，一次次的把我们的想象力推到新的高度。希望在未来惊喜不断。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跟 B52 一样，诞生了半个多世纪的图95呢，依然还冲锋在前线。不过它的特征呢却更加明显啊，那4对同轴反转的螺旋桨实在是太抓人眼球了，当然也很抓人的耳朵啊。所以为什么他要这样装螺旋桨，而除了他就没有人这么装了呢？故事嘛，咱们还需要回到它的诞生之初。2战结束，冷战刚刚开始的上个世纪60年代了。设计图95的是一位天才工程师安德烈·图波列夫。苏联第一架具有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图4公牛就是出自于他的手下了。当然，那其实是波音 B-29超级堡垒的逆向工程版本了。因为在2战接近尾声，美军开始轰炸日本本土时呢，这些先进的轰炸机中有几架坠毁在了苏联的领土上，自然就被合理的消化利用了。苏联人因此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第1代核轰炸机。不过它的缺点是航程太短，无法威胁到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嘛。于是到了1952年呢，图波列夫领到了一项新的任务，设计一架能够载着11吨炸弹连续飞上8000公里，直捣美国黄龙的新一代战略轰炸机。同时收到这个任务要求的是图波列夫的竞争对手，同样也是天才工程师的米亚西舍夫。但是2个人的设计思路呢却完全不同啊！激进的米亚西舍夫选择了当时刚刚诞生不久的喷气式引擎，设计出了 M4 野牛，把苏联的技术能力套到了极致啊！而图波列夫的判断是，喷气式引擎是很潮啊，但并不成熟，如果贸然用上，后患无穷啊！于是他决定，引擎咱还是得用久经考验的老技术螺旋桨。不过也并不妨碍我从喷气式飞机那边借点东西过来嘛，比如那后掠的机翼就非常不错，有效降低阻力，达到更高的航速。他们是贡献明显的。但是光这样呢还不够嘛，还能有别的一些改进吗？那就只能从螺旋桨上做文章了，把原本只套1个改成套上2个，并且呢还让它们反着转。这是什么道理啊？传统螺旋桨是有一些问题的。首先，它不能转得太快，因为一旦快了，远离轴心的叶尖呢，在周向旋转时速度就会超过音速了，由此产生的激波会带来巨大的阻力，使螺旋桨的效率大减，很不划算嘛。但发动机的功率却是越来越大，该拿什么来消耗它爆发的小宇宙呢？只能让它推动更多的空气一起做功呗。要怎么推动更多呢？简单一招就是把叶片数给加上去。可是这恰恰就是咱们要说的第2个问题了。传统螺旋桨的叶片数不能太多，否则效率也一样变低啊。因为在前一片桨叶划过空气时呢，已经把这里的空气给搅乱了，形成了所谓的涡流。如果第2片桨叶马上就跟过来，没有给涡流的恢复留足时间的话，它面临的就必将是更大的空气阻力了。你说效率能不降低吗？而要是一个平面上的叶片数越多，它们之间的间隔就会越密，带来的效率降低，当然也就越加明显了。同时紧跟着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旋转的螺旋桨搅动着空气，使其旋转着向后吹去，其中向后的部分呢，没什么好说的很优秀，变成反作用力推动飞机前进了。但讨厌的是它还有旋转运动的部分这一部分的运动呢，不仅不会对推力产生任何的贡献，还会在吹到垂直尾翼上时对飞机造成偏航的作用，既损失了效率，又带来了麻烦，等于是赔了夫人又折了兵。所以这些问题该怎么破呢？且看同轴反转的螺旋桨了。从迎风面看起来
它有了更多的叶片，但是却分布在不同的旋转平面上，所以既能推动更多的空气，也避免了相互之间的打架。而前后反转的好处就是能够把前一片螺旋桨带来的朝左或者朝右旋转的空气呢，给重新扭回来，帮助这部分社会边缘分子回归主流价值观，成为对推力有贡献的轴向流动的空气了。所以你看啊，作为一架螺旋桨飞机，装着它的图95呢，却能轻松飞出超过800公里的时速，几乎和现代喷气式客机一样快了。并且由于效率大增，巡航里程呢也有了充分的保障，这些都让它有理由到了今天还有立足之地啊。可是为什么别的飞机不这样安排自己的螺旋桨呢？比如洛克希德马丁的 C130、大力神和空客的 A400M， 他们的螺旋桨还是只有一层嘛。好了，刚才那是同轴反转螺旋桨的好处，现在来讲讲它的坏处了。第一个显然就是复杂。复杂意味着不可靠，复杂意味着更大的重量、更高的费用，复杂还意味着更为繁琐的维修和保养等等。第二个是噪音，可怕的噪音啊！据说当图95飞过头顶时，美国的潜艇即便是在水面以下呢，都能够通过声呐探测到它。据说一些曾经伴飞过图95的战斗机飞行员，可以越过自己飞机上轰鸣的喷气式发动机的声音，清晰地听到来自于它的螺旋桨发出的噪音。所以当今最吵战机的头衔非它莫属了。再反观 C130或者是 A400M。一是身为运输机的他们呢，实在没必要飞那么快嘛。二是你看他们的螺旋桨叶片又多又弯，明显就是个超音速的夜行嘛。其实已经很好的解决了效率的问题，干嘛还吃力不讨好的把自己变那么吵呢？不符合咱绅士的一贯表现嘛。至于战斗民族大嗓门，那叫霸气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我左右手呢各有一辆坦克模型，熟悉的朋友应该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左手是一辆德国的豹2 A5，右手呢是一辆英国的挑战者2。尽管它们都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主战坦克，但它们用的主炮却截然不同。豹2以及世界上其他绝大多数的坦克上装着的是一门滑膛炮，但挑战者2呢，装着的却是一门线膛炮。非常传统啊，是自打人类发明步枪以来就一直在用的枪管和炮管了。它的明显特征是在炮管的内壁上刻有一圈这样的螺旋形的膛线，能够使穿过其中的炮弹与其结合，从而被动的快速旋转起来，达到稳定飞行的目的，称之为旋转稳定。它跟陀螺效应是有关系的，具体咱们就不展开说了啊。总之，你看这枚旋转炮弹的慢镜头轨迹，那是相当的稳定，有没有啊？但如果不让炮弹旋转呢？比方说用不带膛线的滑膛炮来发射这样一枚炮弹，一出膛啊，就是肉眼可见的翻滚和扭曲了。这要是飞上一阵子，还有啥精度可言呢？所以理论上嘛，对于发射任何大小的实心弹丸，线膛炮都是更好的选择嘛。一开始也的确是这样的。坦克从1战开始出现到2战变得不可取代，他们装着的可都是要精度的线膛炮。可是到了1960年代，第一个吃螃蟹的家伙就出现了啊！苏联人在他们的新款坦克 T62上居然装了一门115毫米的滑膛炮。所以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很快大家几乎就都换上了滑膛炮，而为什么只有英国还坚守传统至今呢？好，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弹药。一开始坦克上使用的几乎只有一种炮弹，穿甲弹，简称 AP。本质上它就是一颗放大了的子弹而已，削尖了头的实心铁坨子，用蛮力硬生生地将对方的装甲给撕开，在内部输送伤害。后来为了增加伤害的输出，还出现了一种稍稍改进的版本，在弹头里面套一个空枪，往空枪里面呢装满炸药和引信，使其穿过装甲后还能炸开，算是附了一层黑啊。可装甲它也不是吃素的啊，你升级我不也能升级吗？随着盾越来越强，后来的 AP 就不吃香了。到了2战后期想要再用 AP 弹去击穿像是虎2 IS-3 这类重型坦克的装甲呢，已经变得不切实际了。此时的坦克炮弹开始朝着2个方向去发展了：脱壳穿甲弹 APDS 和高爆破甲弹 HEAT。先来说 APDS它同样靠的是弹丸本身的动能去穿透装甲的，但是跟 AP 不同后者的弹丸是整个弹头，而前者的弹丸呢只有中间的弹芯部分。因为归根结底只有中间的弹芯才会参与到真正的穿甲的过程嘛。既然这样，干嘛不把多余的重量给减掉呢？炮弹在更轻之后呢，就能跑出更高的速度，从而获得更大的动能嘛。
但是啊，如果穿甲弹只留着弹芯的部分的话，就太细，就无法获得足够的粗速度了嘛。解决的办法是啊，还是用大口径的炮管，只不过呢，在弹芯周围套上一个正好跟炮管口径一致的衬套，等它打出炮管之后，再直接脱掉就可以了，算是穿甲弹的助推器吧。而且人们还发现啊，这根弹芯是越长越好，越细越好啊，毛果然是越来越像毛了。当然也有例外啊。另一个方向的 HIT 破甲弹呢，需要的其实就不是速度所带来的动能了，它利用的是特殊的空心装药在爆炸时产生的高温、高速、高度集中的金属射流来穿透装甲了。它也是如今反坦克火箭和导弹上常用的弹头啊。就是到了这波啊，线膛炮从香饽饽变成绊脚石了。对 APDS 和 HIT 弹来说呢，它都是一个障碍。前者我刚才是不是说过了啊？人们发现，这个穿甲弹用的弹芯啊，是越长越好，越细越好啊。但是当它太细，比方说长径比达到了6到7的时候呢，稳定它所需要的旋转速度呢，已经超过了线膛炮管所能够提供的极限了。于是你要是接着再用线膛炮，那就意味着把一个天花板盖在了穿甲弹的头上了嘛。后者我也说过啊，它需要的是高温、高速、高度集中的金属射流。但是你一旋转起来，这股射流不就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被甩开了吗？集中不到一个点上，自然破甲效果也大打折扣了。一个是转不了太快，另一个呢是转快了不行。这下麻烦了。要说人家苏联人还真的就是厉害啊，在想透了之后呢，他们端出了这个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既然线膛炮怎么都制造不出能够让穿甲弹稳定飞行的旋转速度，那好，我就干脆不让你转了，咱们换一个稳定的思路不就得了吗？学火箭用尾翼不一样能够让弹芯稳定吗？而且速度还能够更快啊！膛线制造的旋转的确是可以让弹丸更加的稳定，但是它也是需要你额外的付出点代价的嘛。动能是会有所损失的。但是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呢，由于不需要跟炮管挤得那么紧，滑出去就行了嘛，损失的动能就更少了，就带来了更大的速度和更猛的穿甲效果。这妥妥的就是个杀器啊！别的坦克你不学吗？好了。豹2就是第一个学习的西方坦克了。从诞生之初呢，就学苏联装上了一门120毫米的滑膛炮，发射的也是不用旋转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和 HIT 破甲弹了。其他坦克嘛，纷纷跟进，除了挑战者。直到2021年初，英国才宣布他们会在从挑战者2升级而来的挑战者3身上换装滑膛炮。这反应是不是也太迟缓了？其实吧，也不算。而且原因竟然也跟弹药有关，因为他们一直都很喜欢自己发明的 HISH， 一款被称为高爆南瓜头的，在弹头里面装满了高能炸药的炮弹。当它撞上敌人的装甲之后呢，会在强烈的挤压之下，将内部大量的炸药撒到装甲的表面，自然他们是没办法穿透过去的，但其实这就是他想要的目的啊，只在装甲表面引发大面积的爆炸，然后靠穿过装甲的冲击波，将坦克内壁震出一些碎块出来，再利用这些碎块呢来破坏或者是杀伤坦克内的无声与有声力量了。所以它可以利用旋转来稳定，而实际上呢，它还更加喜欢旋转起来呢。因为旋转起来之后呢，能够将炸药撒得更开嘛，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一直都捧着自己的线膛炮不换了。但现在咋儿换了呢？因为新装甲让 HISH 也不好用了吗？多层的复合装甲削弱了冲击波的传递效率，能穿得过去的波本身就少了，再加上现代装甲的内部呢，一般都加了像凯夫拉这样的防爆衬垫，即使能够炸出点碎片呢，也会被它们给兜住的，就很难再发挥作用了。好吧，还是向主流靠拢，改用滑膛炮吧。我看着电脑屏幕上面的潜艇和鱼的画面，陷入了沉思。它俩都是水下游的，为啥头长得却完全就不一样呢？到底是潜艇的圆头好，还是鱼的尖头好？或者说，这上亿年的自然进化还当不得咱们这几十年的研究来的管用吗？当然不是的啊！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其实潜艇头部形状的演变呢，大概是经历了3个不同的阶段。一开始它其实是长成这个样子，看上去跟一艘船的船头并没有太大区别。为什么呢？很简单啊，因为它大部分时间呢都是浮在水面上的。首先，早期潜艇只有柴电混合这一种动力，在水面上呢能够烧柴油，一旦下潜就只能用电池了。
而电池嘛，通常都是撑不了太长时间的，最多让潜艇在水里面憋上个10来个小时就不得了了。这宝贵的10来个小时，那都是一定要留到关键时刻才用的，比方说发动进攻或者是躲避追踪的时候。另外啊，相比起能够开出马力的柴油机，靠电池驱动的电动机当然是显得功率不够啦。美国在二战时期生产的巴老级潜艇在水面上航行的时候呢，最高可以飙到20节以上的航速，但下潜到水下后就再快也快不过9节了。这速度损失可不止一点点啊。于是乎，早期潜艇在设计上呢，必然就会优先考虑水面上的性能。既然船首的造型已经被证明十分好用了，那自然潜艇也应该将其移植过来，对不对？好，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开启钥匙呢是核动力，开启人则是美国的鹦鹉螺号与蓝旗金枪鱼号。核动力意味着几乎不受限制的航程与几乎不受限制的下潜时间，只要食物、水和氧气的储备足够充足，以及船员们能够 hold 得住就行了。于是怎么优化潜艇在水下的航行性能呢？就是一个摆在工程师面前的难题了。这方面可就没有经验可循了，而且跟现在能够用计算机模拟还不一样，他们那会儿唯一的手段就只有造出实物去试了。于是2艘现代潜艇的先锋诞生了。装着核反应堆的鹦鹉螺号是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也是第一艘从水底下穿越北极的潜艇。当然，很大程度上呢，它是在验证核动力这个新技术到底能够为潜艇带来多大的新的可能。蓝旗金枪鱼号嘛，并不是一艘核潜艇，几乎与鹦鹉螺号同一时间开发的它呢，更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水下动力学的特性，研究风洞测试，研究一艘只为了潜在水下的潜艇到底该长成什么样子最好呢？比方说最佳的建筑外形等等。好，我们分头稍微细说一下它俩由于可以预见到潜在水下的时间明显增多了，为鹦鹉螺号设计头部的工程师就觉得咱不能还是像从前那样完全使用船首的造型了，应该让它稍微圆润饱满点更好。于是鹦鹉螺号的头部呢就成了这个造型，一半尖锐一半圆润，稍微扩大的空间呢还能够为声呐留出位置。不过等它刚一接触水面，工程师就意识到他们犯了个大错由于头部以及头部边上那对鳍的设计，让鹦鹉螺号里面的声呐完全就成了摆设。只要速度稍微快一点呢，声呐就会被自己头上发出的噪音给震成聋子了。一开始还好点这样的线数呢在7节左右，到了后期，等它的服役快要结束的时候，只要速度接近4节，声呐就已经聋掉了。看起来这个奇怪的头部是必须要改掉才行好在同一时间设计的蓝旗金枪鱼呢，似乎早就预见到了，它采用的头部设计是普遍被认为在减阻方面效果更好的水滴型，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艘采用这个头部造型的潜艇了。果然效果马上就出来了，油门推一半就能比前一代使用船首造型的潜艇还要跑得快，水下的最高速度来到了25节。不仅速度快了，连机动性也更好了，而且虽然是柴油动力，但是却比核动力的鹦鹉螺号还要安静，你说气不气人吧？于是这个开创性的设计就此保留了下来。从今往后，美国的潜艇头部造型呢，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了。而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边，苏联人也下水了自己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 K3列宁共青团员号，采用的头部是几乎如出一辙的球形，也用实际的成绩验证了。确实比船首型的头部要更好一些。好了，到这儿呢，我们就该问一个问题了。既然水下的潜艇目的就是为了要更快的速度、更强的机动性、更低的噪音以及更好的耐压能力，那么为什么非要是水滴型或是半球形呢？难道进化了上亿年的鱼头那样的流畅的尖形不会比它更好吗？实际上当然更好。而且在这几个方面呢，是全都更好现在的一项研究表明，把船首型头部、椭圆形头部、圆锥形头部、球形头部和鱼头型头部放在一起，结果毫无悬念的是，船首型头部的水下阻力最大。毕竟它根本就不是为了水下设计的嘛。而剩下的阻力最大的，居然就是球形头部了。阻力最小的除了鱼头型头部呢，还有圆锥型头部。好吧，我们是剔除了一个最差的设计，但是却选了一个倒数第二的，这没理由是的要是现代潜艇只考虑机动性的话，的确没理由。但事实上呢，一个可能比机动性还要更重要的，就是潜艇的视力和听力了。声呐，现代潜艇上最不可或缺的东西。
海军往往倾向于把尽可能大的声呐呢给装上潜艇，直到实在是撑不下了为止。所以你说一个又尖又窄的鱼头能放下多大的声呐呢？根本行不通嘛。有的时候啊，就算是鱼雷发射管这么重要的东西跟声呐发生冲突的时候，海军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声呐的。你看图利比号和长尾鲨号，前者呢不仅有个更大更圆的头部，好装下能够探测更远距离的大声呐，而且还把鱼雷发射管从头上给移到了两侧，只是为了腾出足够的空间。所以结论就出来了，潜艇的头部呢，其实看的是阻力、空间综合在一起的系数高不高。球星很高，那就用它了。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个呢是一枚我用 3D 打印出来的1:23 Mk48鱼雷，价值350万美元。哈哈，我说的是真家伙啊！尽管这个嘛，在价格方面呢，的确差距相当大，但是在某些细节的还原程度上呢，还是非常到位的。比方说这顶上的两个凸起来的方块了，你看在真实的 Mk48鱼雷上呢，也是有这两个方块的，所以它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啊，它们跟鱼雷是如何从鱼雷管中发射出来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本期内容呢，就来讲讲这个你平时可能根本就想不到的问题。当然我也想不到啊，只是无意间在油管看到了 Smarter Everyday 的一个视频，激发了我的强烈好奇，然后就分享给大家罢了。所以后面有满场的动画呢，其实都是直接引用过来的。这两个凸起来的方块啊，是为了配合鱼雷管顶上的导轨使用的。在鱼雷发射管的入口处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上面这个呈 Y 型的导轨开口，它可以方便的将鱼雷导向正确的角度，始终保持头上脚下，不会转来转去的。然后呢，随着鱼雷被推入啊，你会希望它正好停在准确的位置上，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两个方块的作用了。在鱼雷发射管里面呢，也有两个可以收放的方块。当鱼雷往前走的时候呢，靠近发射管出口位置的方块会放下来，而靠近入口位置的方块呢会收起来，好让鱼雷顺利的通过它，直到碰到后面的那个方块，于是鱼雷就不会再继续往前进了。这个时候啊，再放下靠近入口位置的方块呢，就正好可以把鱼雷稳稳的卡在里面了。定位完成，其实也挺简单粗暴的啊。那么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啊，它该如何被发射出去呢？用高压水好像也不难啊。但别忘了啊，潜艇玩的就是一个平衡游戏，在质量分布上稍微有些变化呢，就会带来影响。所以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尽量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之间，把一大块质量的水和空气挪来挪去的。潜艇是这么做的啊，首先需要将现在还是干燥状态的鱼雷管里面呢充满水，这些水来自一个叫做 WRT 环形间隙水舱的水箱。与此同时啊，鱼雷管里原本的空气呢也是需要排出去啊，而且还是不能浪费的，因为空气在这儿可是个稀缺品啊，那就把它排到船舱里面吧。所以在鱼雷管的上方呢，还有另外一个打开的阀门，用来排走空气。当水已经灌满，快要溢出上面的阀门时呢，会触发传感器同时关闭排气口和 WRT 水箱的阀门，于是这个时候的鱼雷啊，就完全是浮在水里面的了。不过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鱼雷管里面的水压是正常的水压，而鱼雷管另一端海里面的水压，取决于你现在下潜的深度啊，肯定是比里面要更大的。所以这个时候要是直接打开发射舱门，鱼雷会被向里面压着，射不出去的。是时候打开这个阀门了，平衡阀。它连通潜艇内外，可以使鱼雷发射管中的水压与此处海水的水压保持一致。现在终于可以打开舱盖，准备发射了。其实发射用的高压水呢是已经备好的，不过暂时被这个滑动阀给挡住了而已。于是移开它，高压水灌入鱼雷底部，再升起两个挡块，鱼雷就能出击了。关于鱼雷是如何击中目标的，我以前讲过，咱们这一次就不关心它了。回来看看怎么样重新准备好鱼雷发射管，迎接它的新客人呢？首先啊，关闭舱盖嘛，将滑动阀移动到初始位置，切断与高压水舱的连接。接着啊，平衡阀也被关闭，充满水的鱼雷发射管呢又回到了封闭状态。剩下的就是要排干其中的水了。此时啊，底部的三通阀被打开，使水流入 WRT 旁边的辅助水箱。为了加快排空啊，储存在这个气瓶里面的高压空气呢被灌了进来。等到发射管里面变得干燥，里面全是高压空气的时候，连通它与船舱的阀门被再次打开，使这些空气能够流通起来，物尽其用嘛。
而鱼雷管呢，也已经准备就绪了。好了，最后呢，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问题：这条亮黄色的色弹，显然不可能只是为了装饰嘛。那么它究竟起何作用呢？留言来告诉我吧。这是一枚反坦克导弹的模型，我是根据法国 MMP 导弹的大概样子做出来的，跟所有导弹长得都差不多。它的头上是导引头，中间是装着战斗部和火箭发动机的弹身，其中伸出8个叶片，用来控制导弹的飞行姿态。尾巴上很自然，肯定是有一个能够推动导弹前进的喷嘴了。不过，要是再仔细点看的话，好像还有一样东西，那就是这根从导弹尾巴上长出来的细线了。它是什么？有什么用？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啊，是用来在导弹与控制装置之间传输数据的光纤了。以前我们讲过线控的鱼雷可没有想到在天上飞的速度比鱼雷要快很多的导弹，竟然也是有线控的。那它为什么要用线控呢？主要有2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历史发展的延续，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确还是存在很大的优势的。我们分别来讲讲。反坦克导弹是2战之后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单兵想要对付坦克呢，能用上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反坦克火箭筒了。但是那个玩意儿精度不高，尤其很难击中移动中的目标，因为在战场环境下嘛，发射火箭弹之前还要计算好复杂的提前量，实在是有点难为人呢。那如果给火箭弹加一个遥控装置，在发射前不用计算提前量了，而是改在发射后，让士兵一边盯着目标，一边操纵火箭弹飞向目标，可以吗？这个呢就是第1代的反坦克导弹了。此时的士兵更像是一个操纵遥控飞机的飞手，需要全程仔细观察并控制导弹飞行的方向，直到它撞到目标上才行。那么控制指令是怎么从士兵的遥控器上传递到导弹上的呢？靠的就是一根导线了。因为这个时期的技术水平很难降低无线电设备的体积、重量和成本，再加上从火箭弹简单升级上来的导弹本身呢，射程也很短，飞得也很慢，一根导线完全就够用了。最重要的是还十分便宜。你看，大体框架就基本这么确定下来了。即便之后的第2代反坦克导弹在对制导方式上进行了重大升级，将士兵根据经验来手动操纵导弹，变为只需要把十字压在坦克上，导弹自己就能飞过去了。但用导线来传递指令这方面呢，还是大多被延续了下来。因为相比起此时已经可以用的无线电，导线还是更便宜、更可靠。好了，再后来呢，终于出现了真正可以发射后不管的反坦克导弹了。比方说很有名的标枪。它可以自己锁定目标后自主生成制导指令，完全不需要射手这边提供多余的信息了。导线也就在它身上彻底被抛弃了。看起来它已经进化成了一枚真正的导弹的样子了。毕竟拖根绳子这个画风嘛，虽然发射后不管好是好打击精度高，射手也能马上撤，但问题还是会有比方说，导弹飞了一半，你突然发现一开始瞄准的是个假目标，或者发现了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这个时候想要让导弹再改个方向，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于是后来人们又把导线给加了回去，而此时加回来的就是不仅可以把指令传出去，还能把图像传回来的光纤了。光纤传输的优势非常明显，不仅速度快，数据量也可以很大。所以在现在的反坦克导弹头部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光学摄像机的，它可以将导弹飞行途中看到的画面实时回传到射手控制台的屏幕里面，赋予了射手一个导弹视角，从而令其可以更轻松地操纵导弹。具体的优势还可以体现在一个是发射后锁定，也就是射手可以先不用瞄准目标，而是躲在隐蔽的位置，把导弹给先发射出去，然后用升空后的导弹视角来选择和锁定目标。这个的附加好处就是增加了射程，因为它不再受到目视距离的限制了嘛。2是模式任选，射手也可以在一开始瞄准目标，采用发射后不管的模式，让导弹认准目标，出发后自己去追踪并完成打击。但也可以随时人为介入，去改变攻击目标或者是放弃攻击。3是体型小巧，由于通过光纤可以随时与制导站交流信息，它自身所携带的系统就可以很简单，既可以把体型做得小巧，也可以把单发成本做得很低，有利于大批量的生产和装备。这也难怪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先进的反坦克导弹舍不得剪掉尾巴上的这根线了。但有个问题导弹的推进火箭在尾巴上，光纤也连在尾巴上，怎么就不见高温把光纤给烧断了呢？秘密就藏在它身上装着不止1台发动机上了。
尾巴上呢确实是有一台，但它只是短时间的燃烧，在一开始的时候把导弹推出发射筒而已。这段光纤有比较特殊的保护，加上燃烧时间又比较短，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出了发射筒之后呢，真正的主发动机要点火了，它在哪儿呢？它其实是在导弹的中段，然后喷口不是直接向后，而是斜着向2个侧面，就像这样一样，左右两边对称斜着喷，靠向后的分力继续把导弹推向目标。虽然这样的画面比较少但我还是找了几个给大家看看。其实做完这个模型之后，我才发现真正的 MMP 侧喷管呢还要更靠前一些，改天我再修改一下，顺便再给它加一个底座，应该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桌上摆件了吧。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